当地时间8号，法国公布国民议会选举第2轮最终统计结果，极右翼政党爆冷失利，左翼联盟赢得了多数席次。由于没有一个政党赢得绝大多数席位，这意味着法国将出现悬浮议会。出于稳定国家安全考虑，法国总统马克龙暂未批准总理阿塔尔的辞呈。 法国内政部8号公布国民议会选举第2轮最终统计结果，左翼联盟新人民阵线获得182个议席，位居第一；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被左翼政党新人民阵线和现任总统马克龙领导的中右翼在一起挤到第3位。目前没有任何政党获得多数席位。 这一结果与7号晚间的出口民调基本一致，这也导致法国陷入政治僵局。任何一方提出的议案都无法单独闯关成功。而法国总统马克龙此前已经表态称尊重法国人民的选择。C'est un sentiment assez partagé. D'un côté, je suis plutôt pour le fait qu'on n'aille pas dans un extrême qui, voilà, risque de fermer la France un peu à pas mal de choses. Mais d'un autre côté, il va falloir que maintenant tout le monde trouve un accord et tombe surtout d'accord sur différents points pour l'avenir de la France. Donc c'est vrai que c'est un sentiment assez partagé pour l'instant. 马克龙所在的政党不敌左翼联盟，席位数居第2。8号当天，年仅34岁的现任总理阿塔尔向总统请辞，但马克龙没有批准，要求阿塔尔暂时留任，以确保国家稳定。 而此时距离他今年1月出任法国总理仅过去半年。根据法国的政治传统，国民议会选举后，无论选举结果如何，总理都会向总统递交辞呈。Fidèle à la tradition républicaine et conformément à mes principes, je remettrai demain matin ma démission au président de la République. 左翼联盟新人民阵线呼吁马克龙任命左翼总理，但尚未从本阵营中推出总理人选。 法媒分析认为，3大阵营与在议会中占绝对多数所需的289席都相去甚远。下一任法国总理是谁，还要取决于各派间的协商与博弈。法国总统府7号表示，总统马克龙要等待新一届国民议会形势更加明朗后再做必要决定。新一届国民议会定于18号举行首次全会。按照法国宪法，国民议会有权弹劾总理。 这次获胜的新人民阵线属于左翼力量联盟，由法国共产党、绿党等在这次议会选举之前临时组成。当时的目的是与1个月前极右翼的国民联盟抗衡。新人民阵线领导人之一的不屈法国党主席梅朗雄当时向选民喊话称：“一张选票都不要投给右翼。” 而在这次胜出后，梅朗雄表明拒绝与总统马克龙进行谈判交易的态度，宣称左翼联盟已准备好执政。La volonté du peuple doit être dorénavant strictement respectée. Dès lors, aucun subterfuge, arrangement ou combinaison ne serait acceptable. 梅朗雄7号晚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我们将有一位来自新人民阵线的总理，我们将能够通过法令来解决很多事情。在国际层面，我们必须同意承认巴勒斯坦国。左翼联盟的胜利也点燃巴黎民众的热情。当晚，巴黎市中心的共和广场挤满了庆祝的人群。” C'est le cœur de la France qui réagit ce soir, qui 不过，有专家认为，马克龙领导的中右翼在一起和左翼联盟新人民阵线未来组建联合政府的可能性很高。双方将就谁出任总理进行协商，很有可能由新人民阵线的人来出任，形成左右共治的局面。但是呢，这个右啊，就是法国总统马克龙所代表的中间派，他并不是太右啊，不是这个国民联盟所代表的极右啊，而左派可能会出任一个总理，因此这种一个叫做左中共治的这样一个格局，其实是在法国的政治光谱里面并不太离谱，是一个可以相互合作通过在妥协的基础上呢来共同执政。这次极右翼政党爆冷失利，路透社形容极右翼都把香槟给冰好了，但选举结果席位数却居于第3，气氛瞬间陷入低谷。国民联盟领导人勒庞打气称，胜利只是被推迟了。法新社直言，中轮投票结果出人意料，不少右翼人士直到民调出炉才发现落后。一些法国媒体甚至已经按照右翼胜利准备稿件。
在首轮投票中，极右翼国民联盟获得33%的选票。中轮投票结果反映出法国大部分民众依然对国民联盟持怀疑态度。其实，两轮选举之间的这个时间差，给对极右翼国民联盟不满的马克龙所代表的中间派，以及说左翼联盟，也就是人民阵线的一个时间窗口的反击和喘息的机会。法国国会选举第2轮，那么左翼爆冷获胜。首先呢，按照法国政治传统，左翼领导人梅朗雄有很大机会出任总理。马克龙领导的中间派和左翼联合执政的可能性很高。其次呢，从法国历史上几次左右共治来看，这种分裂的治理模式效率比较低，法国一段时间内很难做出重大改革。第三，梅朗雄如果能出任总理，对于中法关系来说是一个好消息。美国国会众议长佩洛西窜访台湾时，梅朗雄公开表示，只有一个中国，让中国人自己去解决台湾问题。不过，梅朗雄肯定不受美国的欢迎，能否顺利出任总理，还需要一番博弈。最后，离巴黎奥运会开幕只有不到20天了，希望法国政局尽快稳定，奥运会顺利的进行。拜登在美国大选首场辩论中表现不佳，那么这在民主党内部引发较大的恐慌，民主党人纷纷开始质疑拜登是否有能力击败特朗普。当地时间7月8号，拜登在采访中拒绝了民主党议员希望其退出总统竞选的呼吁。同一天，拜登致信国会民主党领袖说，他不会退出大选，并呼吁民主党人团结起来击败前总统特朗普。拜登表示，他并没有对这次选举的利害关系以及人们的担忧视而不见，且他如果不绝对相信自己是2024年击败特朗普的最佳人选，就不会再次参选。I am not going anywhere. I wouldn't be running if I didn't absolutely believe that I am the best candidate to beat Donald Trump in 2024. I'm not only believe that from the beginning.But I wanted to reassert and demonstrate that it's true. 在美国广播公司电视台同日晚上播出的专访中，拜登还驳斥了民主党高层可能联合劝他退选的说法，称他与20名本党议员谈过话，这些议员都支持他继续竞选。拜登在昨天写给国会民主党人的信中也表示，他决心继续参加2024年总统竞选。Monday, the president wrote in part, "I want you to know that despite all of the speculation in the press and elsewhere, I am firmly committed to staying in this race." 在被问到是否接受过帕金森病的相关检查时，拜登先是轻松一笑，并表示当晚的表现并不是常态。Have you been tested for any age-related illnesses, pre-Parkinson's, or anything like that that might explain sort of having a night like that where you couldn't finish sentences? Look, when I came back, they tested me for, I thought maybe I had COVID, maybe there was something wrong, I had an infection or something. Let me put it this way. If there was something that was wrong that night,It's not like it comes and that's one night and it goes away. 关于拜登是否身体健康，已成为美国政治的一大罗生门。多家外媒引述白宫访客记录指出，今年早些时候，一名华盛顿顶级帕金森病专家曾与美国总统拜登的私人医生在白宫会面。报道还称，自2023年8月以来，这名帕金森病专家已8次访问白宫。这名专家名叫凯文·卡纳德，来自沃尔特里德国家军事医学中心。纽约时报还说，卡纳德于1月17号在白宫会见拜登的医生凯文·奥康纳。不过，白宫的医疗记录从未将拜登与帕金森症联系起来。奥康纳在2月的年度体检中给出了拜登十分健康的结论，明确排除了拜登患有帕金森症的可能性。拜登多次在公开活动中出现莫名摔倒、突然放空的问题。在不久前举行的7国集团G7峰会上，各国领袖一起观赏跳伞表演时，拜登突然背对大家，径直向反方向越走越远。还是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出手才挽回局面。在刚刚过去的首场美国总统选举辩论中，拜登多次神秘僵住，也难以反驳特朗普的攻击，再度引发选民对拜登年龄和健康状况的担忧。此前，外界则是怀疑拜登可能患有阿尔兹海默症，但也遭白宫否认。I'm going to ask something delicate
and you may not like it, the president may not like to hear it if he's watching, but I think the American people need to get a yes or no answer on this. Does President Biden, at 81 years old, have Alzheimer's, any form of dementia, or degenerative illness? I have an answer for you. Are you ready for it? Yes. It's a no. 与帕金森病类似，阿尔兹海默症也是神经退化性疾病。阿尔兹海默病是痴呆症最常见的形式，是老年期最常见的一种痴呆类型，并且随着年龄的增长，患病的风险也在增加。疾病的主要特征包括进行性的认知功能障碍和行为损害，症状包括记忆障碍、失语、失用、失认以及视空间能力损害等。